各位球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膨胀油的选择。狂飙3呢，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款套胶，它这个海绵本身呢是没有内能的，如果你不经过膨胀之后来直接使用，那么它打起球呢是没有弹性，持球感也比较差，而且也没有力量。在有机时代，我们是通过不断的或者叫反复的刷有机胶水就是这种透明的是有机胶水刷到海绵上。那么这个有机胶水它一挥发出来的气体呢，就进入到海绵的气孔里边形成气泡，这样呢能够起到一定的膨胀作用。这个有机胶水现在在正式比赛当中已经被禁用了。如果你想膨胀海绵，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应该是通过无机胶水和膨胀油来给海绵进行膨胀。那么无机胶水加膨胀油和有机胶水相比，它各有利弊吧首先我们抛开规则不讲，那么有机胶水呢刷的时候比较快，干得快。那么无机胶水加膨胀油呢，它刷起来呢干得比较慢可能你要放置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十个小时，这个是根据你刷什么油刷的量有关系。相对来说没有有机胶水那么方便，但是有机胶水呢它的持续时间是比较短的，可能只有几个小时，膨胀油呢可以达到几天甚至是几十天。所以说在日常我们业余球友使用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衡量，自己去选择。这节课呢我们不讲膨胀油如何来刷我讲讲这个膨胀油的特点。现在市面上长寿的膨胀油有很多种而且这个颜色也是五花八门，定价呢也是有高有低。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首先从配方上来讲，这个是商业机密我也不是做膨胀油的，我也不知道。那么从自己的使用体验来说，因为我也用过一些膨胀油一般来说呢，通过这个反复的翻转看着这个膨胀油咱们讲的这个高度白酒的这种挂杯的感觉你能够看出来这个膨胀油的浓或者说叫稠与稀。怎么叫浓呢？一般来说这个有效成分呢越多越浓这只是我的一个判断标准不一定完全正确。一般来说浓度越高的刷起来越费劲浓度越低的呢刷起来呢越轻松。那浓度高的这种呢相对来说干燥的时间需要更长我个人的理解是不是分子比较大，渗透的比较慢，跟这个可能有一定关系。那么浓度越高，你需要用的量可能也越少你这种比较稀的，你可能刷很多遍，它持续时间也不会太长。你比如说像比较稀的，咱们常见的海上明月一个，开林一个，这两个油刷的比较容易，而且干燥的时间很快，那么持续时间相对来说也比较短。那么这两款膨胀油虽然说干燥的时间都短但是呢售价却有天壤之别。开林油呢要比海上明月贵得多，只是因为开林油刷完之后的手感要比海上明月好很多它俩的持续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我们在日常选择膨胀油的时候，不仅仅要看售价，还要看刷上去击球的手感，包括持续时间的长短，这都会影响到整个膨胀油的性能。另外我们常见的膨胀油有各种颜色的比如说黑色的黑油，相对来说比同品质的其他颜色的油刷完了力量更大。那么黄油或者是老油这种呢，就偏向于手感的柔和这个我们在日常选择的时候就要根据你这个打法或者需求你比如说我这个球拍没有劲儿或者说我这海绵没有劲儿，我就是可以刷黑油让它增加力量。如果呢这个套胶比较硬我打不动，这时候你可以考虑黄油老油这种，对海绵的软化效果会更好。好，这就是本期的视频，希望给大家选择膨胀油的时候带来一定的参考谢谢您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